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时尚新高度，穿搭演绎独特魅力。谭松韵时尚新高度，她的仙女感其实是一门关于气质与真诚的课。要说这2年谁在时尚领域越走越稳，越穿越有味道，那谭松韵绝对榜上有名。不是那种刻意精致或高冷名媛路线，而是一种你越看越舒服，越琢磨越上头的气质。这次她的造型一出，网友们几乎是异口同声，她这气质太高级了，这仙女感真不是滤镜能修出来的。双引号。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偏偏是她？为什么她穿的看似普通，却能让人觉得耐看、有味道？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谭松韵这股仙女感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那天活动现场，她没戴钻石项链，也没穿拖地长裙，反而是一身简洁利落的小西装，颜色轻柔，剪裁干净，整个人显得明亮又不失温度。如果要形容这套造型的感觉，大概就是像春风一样的存在，不是冷艳，而是让人靠近时感到愉悦。有网友评论说，别人穿就是普通西装，她穿就像会呼吸。双引号。这句话看似玩笑，却精准点出谭松韵的时尚密码。她的搭配之所以高级，是因为她懂得留白。在如今的红毯和机场秀里，太多人为了出圈拼命堆料、闪片、羽毛、钻石一起上，结果反而显得油腻。谭松韵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她穿得轻，却穿出了力量。时尚评论人陈蔚在采访中曾评价她，谭松韵的造型从不追求压场，而是追求呼吸感。她不靠大件珠宝、浮夸妆发，而靠气质去撑造型，这就是她的高级所在。双引号。细细想来确实如此，她的穿搭像她的人不吵不闹，却能留下印象。仙女感这个词说起来太容易被滥用，有些人靠灯光、靠 P 图、靠姿势营造仙气，但一旦脱离镜头，立刻原形毕露。谭松韵却不一样，她的仙不是虚，而是实，不是冷的不近人情，而是暖的恰到好处。这种气质其实是一种高级的自然感。从她出道早期的《甄嬛传》最好的我们，到后来的以佳人之名归路，谭松韵几乎从未依赖性感艳丽标签。她的美是一种被时间打磨出来的温柔，是一种历经生活仍愿笑对的真诚。心理学专家王依然曾在访谈中提到，人们对仙女感的真正好感来源，其实是从她身上感受到的安全感与舒适感。谭松韵的穿搭让人感觉她不是在表演，而是在生活。双引号。她不追求惊天动地的视觉刺激，而追求真实共鸣。正因如此，她的美不空洞，不浮夸，而是沉静中见力量。有人说她的时尚风格较轻熟少女感，其实更贴切的说法是带温度的现代感。一、基础款的再演绎。她最擅长把日常单品穿出新鲜感，白衬衫、牛仔裤、针织上衣这些看似普通的基础款，她总能靠比例、质感、姿态穿出自带光环的效果。那种不费力却很有范儿的气场，是她最独特的标志。二、复古元素加故事性。她在采访中说过一句话，我喜欢老物件，因为它们承载着时间的故事。双引号。这句话其实能解释她的穿搭灵魂。在她的造型中，你能看到很多复古元素，圆领、微泡袖、老式纽扣、小丝巾、焦糖棕皮鞋，这些细节看似微不足道，却让整体多了几分温柔与厚度。她不像一些艺人一味追赶潮流，反而更像在用服装讲述她的记忆。有温度的衣服，才能让人感受到她真的部分。三、
留白与平衡。留白是她最会用的时尚语言，妆容从不浓烈，发型保持自然弧度，首饰选择简约线条型而非夸张款。这种不填满反而更美的理念，正是高级感的关键所在。时尚评论圈对谭松韵的评价高度一致，她的美有层次，有分寸。造型师梁瑞分析说，她属于那种低饱和度美人，不是强势攻击型，而是润物细无声。你不会被她震慑，但会被她吸引。双引号，这恰恰是漂亮但不俗的最高境界。俗气往往源于炫耀感太用力、太刻意，而谭松韵的美感源于自知与节制。她知道自己适合什么，不盲目迎合流行。她懂得收，也懂得放。从心理角度看，这其实是一种极高的自我认知能力。她对自己的气场、特质、身体比例都非常了解，所以能精准拿捏每一次造型的度。她不会为了博眼球而硬塞性感元素，不会因为流量趋势而强行装酷。正因为如此，她的时尚形象始终干净、明亮，不油腻。每一次她的新造型曝光，评论区都热闹非凡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一边是夸赞声，这气质太治愈了，不靠大牌也能穿出高级感。原来真正的仙女是不假装的那种。双引号。另一边则是质疑声，这不就是普通西装吗？造型师吹得太狠了吧？明星穿什么都有人夸。双引号。这两类评论看似对立，其实反映了同一个现象：大众审美正在分化。有些人开始厌倦浓妆艳抹加大牌堆叠的流量审美，他们想看到有质感、有生活感的美。而有些人依然习惯把闪亮等于时尚，对低调美感没有耐心，甚至觉得没新意。但恰恰在这种争议中，谭松韵的独特感被放大了。她既不是走极端时尚先锋，也不是甜妹模板，她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。正如一位时尚博主在微博上写道，谭松韵的时尚就是那种你一开始看不出惊艳，但第二天还会想起的耐看型。她的高级不靠噱头，而靠气质的留香。双引号。很多人说她像是娱乐圈的低调潜水员，平时不怎么炒作，不抢热度，但每次出现都能引起热议。这种非爆发型的存在其实很难得，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，太多人追求快红，但谭松韵却用慢火细炖的方式，把自己熬成了一碗耐看的清汤。她的时尚进化是有脉络的，从早年的甜美路线到如今的简约知性风，她用时间完成了一个少女到女人的自然过渡。而这份转变没有突兀的人设断层，反而让人觉得她是真的在长大。这也许就是她的魅力所在。她不急，她稳，她不装，她真。在这个人人都急着标签化的时代，她保持了一份难得的自由感。在心理学角度，仙女感的本质并不是外貌多惊艳，而是一个人能在公众视野中展现出轻盈与坚定并存的能量。谭松韵的仙气并非脱尘，而是落地。她像极了那种被风吹过的棉花糖女孩，柔软却有自己的形状，甜美却从不腻人。有网友说，她的气质就像一杯温水，看似平淡，但谁都离不开。双引号。这大概就是最高级的魅力，让人不需要仰望，却会忍不住靠近。结语：时尚的尽头是做自己。看多了那些刻意摆拍的红毯造型，千篇一律的浓妆滤镜，再回头看谭松韵的样子，反而会觉得清新的刚刚好。她像一阵风，让你想起原来美是可以自然的。她像一本书，让你发现原来温柔也能有力量。所以下次再看到她的新造型，不妨别急着说好看或不惊艳，
试着感受一下那种从容不迫、温柔坚定的气场，那是她用10几年时间一点点积累出来的时尚底气。正如你在原文结尾写的那句话，美从来不是别人告诉你的公式，而是在日常琐碎里一点点熬炼出的闪光瞬间。双引号，没错，谭松韵的仙女感不是天生的魔法，而是她在生活中一步步修炼出的人间光。